嘿嘿嘿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美钞的故事了。透过这个专辑所介绍大家看到的各种面额的美钞，不但可以粗略了解美国的历史，还可以在游历美国东岸各个城市的景点时，了解他们背后的来龙去脉。美国大陆建国不久，大家都想要自由平等，所以美钞的设计里也反映了这个信念。独立战争及美国分裂的南北战争，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及意义。美钞票面设计上，有关独立战争及南北战争的历史人物及历史性建筑物甚多。而回顾历史的一端，美钞正面的肖像大都为美国早期的卓越政治家，大多是历代的总统，只有3位没有做过总统。例如10元券的汉密尔顿、100元券的富兰克林及1万元券的蔡斯。但是因为他们贡献终生，致力于美国政治及文化的升华，其丰功伟绩不可抹灭，因而同样列为美钞版面上的伟大人物。美钞肖像10位名人当中，2位被暗杀，2位手枪决斗受伤或去世，可见政治与生命威胁是常见的。美国早期的卓越政治家们都留下了印记在美钞上。华盛顿诞生于1元券，杰佛逊在2元券闪耀，但因为时代的更迭，现在最受欢迎的肖像可不是杰佛逊，而是揭晓5元券上的林肯是第16任总统，曾经为黑奴争取自由平等，解放了奴隶，留下伟大的政绩和名誉。而500元券上的麦金莱，他是第25任总统，他为了美国的富强采取了金本位。还有50元券上的格兰，他曾经是南北战争北军总司令，最后以胜利者的身份招收了南军的投降。总之，美国历史上的名人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美钞上，文化的繁荣让美钞价值更不容置疑。接着，让我们来谈谈美国取消金本位制度的事件吧。1971年8月，因为美国经济陷入低迷，尼克森总统突然通过电视宣布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，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尼克森冲击。先介绍一下主角，美国总统尼克森 Richard Nixon 这位美国总统。Whoops, my bad。这其实是台湾肯定的传翻石了，这位才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森。他在1971年宣布取消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汇率，也就是取消了金本位制度，这下可把全球各国搞得心惊胆战。因为这个事件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他更在1972年成为第1位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，结束了两国之间多年的隔阂，也揭开了自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中国一直藏身其后的瞩目。金本位制度是一种货币制度，就像我们现在用的钱一样，不同的是，金本位制度的货币是跟黄金当中的价值挂钩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国家有多少黄金，那这个国家的货币也就值多少钱。黄金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值钱的贵重金属，因为难以取得和保有，所以大家会用黄金来记录货币的价值，借由把货币和黄金挂钩，让大家可以更加信任货币价值稳定，也可以预防货币贬值太快造成经济上的问题。但是现在的货币制度已经不一定只跟黄金有关了，所以大家通常也用现代的方式来操作，让货币价值稳定，并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交易。但同时会有一些问题出现，像是通货膨胀和货币汇率的波动等等，也跟此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哟。许多国家的货币在此事件之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，市场独立性也加强了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事件之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不断监管国际货币稳定的问题。总之，这件事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但也因此让大家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，像是在国际贸易、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等等，都会有更多元的发展。纵观过去半个世纪，以往的世界局势变化，打从金本位制度取消之后，美金就成了美钞，一字之差，整个颠覆了每个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，甚至于是人生观。比如说，近年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，实际上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，也因此大多数国际不和事件的发生，
赵英也只不过是个人的私心罢了。即便是在两个国家之间，也大可以采用自古以来所传承的以货易货的精神，既可以提升本国经济发展、人民生活的福祉，也同时让交易的对象得以互蒙其利，这样才是金钱外交政策的极致实践。自从有了货币这个交易之间的象征性的工具，取代了携带厚重不便的金银财宝，也是在交易中至关紧要的信用表征。金本位制度的取消，对货币制度而言，可以是一把两面刃，更可以让交易的双方两获其利。关键不过就只在于持有货币的人如何运用罢了。所以，任何的变化，也相同的可以是一种契机，在有限条件中寻求最大的空间，也是人类深植遗传基因里的本能。就让我们勇敢的面对变化，坦荡的接受起伏，再用兼容并蓄的心怀去处理它。如此不但可以精进自己，更可共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新局。很欢喜您观赏到这里，若您不嫌弃，还想再听听美超的故事，那就共同期待老狼的下回分解吧。